我去虎吞狼，做局让商力与天王星反目。只要天王星死了，你的炸弹拆与不拆，不就无所谓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没可能！你知不知道天王星在大夏的防护级别有多么恐怖？100个红星安保集团都绝对完成不了这件事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你真的冒险杀死了天王星，你觉得你能逃得掉？别异想天开了。三金哥，冯雅说的对，天王星那可是五老星之一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相比之下，坐牢还有出来和减刑的希望。可如果是弄死天王星，那就真是十死无生了。基金会都不敢动五老星了。谁说我要亲自动手了？老罗，跟毛熊国合作的粮食进口项目，你谈的怎么样了？目前已经到了竞标阶段，一旦竞标成功，红星就能在毛熊国那边大建粮仓，成立分公司了。咱们的市场份额起码还能涨2成。那竞标的情况如何？其他公司都好说，唯一有资格跟咱们争一争的，也就是星辰公司了。这家公司的老总顾星辰乃是天王星的心腹，实力很雄厚。不过我有信心绝对能打败他。不用竞争，这个项目我们让给他了。让给他了，老大，为什么啊？三金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罗永生。老罗，这件事你给我好好办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。好，老大您放心，我肯定按您的吩咐去办。接下来就看商力这小子甘不甘心屈居人下喽。几天后，商力跟2个2代朋友吃喝玩乐。我爸说奥运会快到了，等奥运过后房价肯定起飞，让我现在就开始囤地皮。我跟家里要了500个亿，准备囤一批地皮玩玩。你也想学人家三金当房地产大佬啊？你那500亿都不够人家账上几个月流水的。是啊，赚钱这块还是三金牛叉。他三金不过是仗着自己运气好，提前垄断了市场而已。一个农村出身的二半吊子，最终还不是倒在了女人的手上。告诉你们，等三金入狱之后，老子早晚把他所有的资产全部收购过来。商少，我听说您现在被天王星他老人家管得很严。谁说的？胡说八道！商少啊，西门家的任何产业您碰都不能碰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您没必要跟兄弟们隐瞒，咱们是想帮您一把。这混吃等死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此言一出，商力脸色一沉。就你们这些人，连5年前的我都不如，能帮到我就怪了。靠我们是帮不到你，但是靠你自己说不定可以。你话里有话，说说看，你怎么帮我？我爸跟我说，星辰粮食集团参与了毛熊国的那个粮食项目竞标，而且还是天王星他老人家亲自收一股星辰去竞标的。不过据我所知，星辰粮食集团想竞标成功的概率很低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您出马搞定这事，您说天王星他老人家会怎么看你？商力眼前一亮，如果真能拿下这个项目，于情于理，天王星也得给我点甜头吧。顾星辰都拿不下来的项目，竞标的对手很强吧？这是自然，红星粮食集团是这个项目的竞争者，他们为了市场份额，甚至可以把利润无限压得接近于0，弄得其他公司根本没办法与其竞争。那你说个屁呀！您先别急啊，兄弟提这个事，那当然是有解决方案了。你说说看。嗨，我爸认识红星粮食集团的罗永生，他就是负责这次竞标的人。你要是能搞定他，让他在竞标的时候把价格稍稍的报低点，咱们这边再报高点，那事情不就成了？你能不能让我跟罗经理见一面？如果这件事情能办成，我以后绝对亏待不了你。好说好说，不过我得给您打个预防针，我只是负责牵线搭桥，具体能不能成功，还得看您自己的本事。隔天，商力通过钱家的关系见到了罗永生。罗总，听说您最近负责了一个项目的竞标。商少，你从哪里听说的？您卖我一个面子，只要您放弃竞标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你知道我故意放弃竞标会是什么后果吗？轻则丢掉工作，被全行业拉黑；重则被公司举报，进去吃10几年的牢饭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商少您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罗总，您别急啊，万事好商量。我查到您女儿最近在申请去日落帝国留学，不过因为成绩太差被拒了，对吧？巧了，我刚好认识一位在日落皇家大学当副校长的前辈，只要您点头，我保证您女儿能去留学，并且拿到足够的助学金，保送到博士毕业。真是困了有人送枕头啊！商少，你开的条件我的确很心动，但是这件事真的很难办。我要是敢在竞标价上动手脚，绝对会东窗事发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公司默许我丢掉这个项目。罗总，您有话就直说吧，咱都是朋友了，别卖关子了。好，东区有一片价值4000亿的地皮，心愿资本正在跟天王星竞争。我知道是商营老爷子在负责这块地皮，只要商少您能帮我把地皮拿下来，到时候即便是丢了毛熊国的粮食项目，顶多就是无功无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饭局结束，罗永生事无巨细的都报告给了三金。金总，留学名额我肯定不会让我女儿要的。等后续事情败露了，你女儿在人家手下读书，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样，古斯特家族我很熟，他们有自己的大学，我安排你女儿去那上学吧。好，谢谢金总。另外一边，商力凭借商家的身份，很轻松的拿到了东区地皮的底价。房地产项目哪比得上粮食项目啊？况且项目拿下了，天王星肯定得让我亲自去搞，这我不就东山再起了吗？但商力不知道的是，罗永生反手找到了顾星辰。罗总，不知道您找我有何贵干啊？顾总，
不知道您对毛熊国那边的粮食项目感不感兴趣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我想跟您做笔交易。心愿资本非常想吃下东边那块地皮，如果您能帮我搞定粮食项目，我们公司保证直接退出，连竞价都不参与。那块地皮利润确实比粮食项目高很多，也能帮红星房地产再上一层楼。顾总你也知道，我们最近总公司出了点状况，股价跌得太狠，需要这块地来撑撑场子。我很同情金总的遭遇，不过地皮的事毕竟是商银他老人家在负责的，关系太大，我得禀报天王星大人才能给您准信。这没问题。对了，公司还有个要求，如果项目拿下来了，不准商家人参与其中，否则咱们的交易可就达不成了。您放心，我没那么不懂事。再说我千辛万苦弄来的好项目，怎么可能白白让给商家人做？我又不傻。这就好，别让兄弟我难办就成。罗永生走后，顾星辰马不停蹄地找到西门不平。老爷子，您看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啊？不会，但凡三金的人敢在我这耍半点心眼，心愿资本就得倒闭。他不敢在项目上动手脚。难道真是三金缺钱了，或者是想帮红星房地产撑场子？有可能，但我不认为仅仅因为这样的理由就能让三金乖乖让出粮食项目。或许他在筹划着什么，不过我目前还猜不到。那边除了地皮以外，还有什么要求吗？还强调了不许商家参与这个项目，只能由我来做，否则就不做交易了。老爷子拿了商银在搞的项目，又不让商家参与，会不会影响您跟商家的关系啊？哼，影响的又如何？一条靠我赏饭吃的狗而已。那您看这事可以做。毛熊国的粮食项目对我意义重大，相比之下，房地产的那些利润要不要倒是其次的。你直接去商银公司那边吧，尽快办完这件事。好的。三金啊三金，你的想法老夫真是猜不透啊。我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拿红星的这个项目让商力跟天王星发生冲突，然后拿另外一个项目彻底激化矛盾，逼得商力不得不动手。西门不平虽然防护严密，但这些年对商力这个女婿没怎么设防，他是有机会动手的。可是商力能上钩吗？还有天王星很容易就能查出来。你让罗永生仰头当说客的事情吧，是能轻易查出来，但我就是赌商力不会甘心屈居人下。当初我带领港城豪门打古战，这货什么都没干都赶过来抢功，现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，我就不信他会不邀功。这是阳谋，只要他还是商力，就必定会跳进我的陷阱里来。少用阴谋，多用阳谋。三金哥，我跟你的差距还是很大啊。3天后，星辰集团成功拿下了毛熊国粮食项目。顾星辰满脸得意地朝众人感谢示意。顾星辰，你干得不错，我回头一定告诉我岳父，好好奖励你。什么叫干得不错？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，跟你有1毛钱的关系吗？呵呵，商少过奖了。接下来项目就由我接手了，你该忙别的就去忙吧。商少，您真会开玩笑。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了？要不是老子里里外外的忙活，你以为你能这么轻松的竞标成功？算了，跟你说不着，你赶紧把项目交给我，其余没你什么事了。顾星辰也不装了。商少，项目从头到尾都是由我来搞定的，我是真不明白，你有什么脸说是你在里里外外忙活？顾星辰，你胆子不小啊，敢抢我的功劳是吧？天王星手下的人都是讲规矩的，要都像您这样胡搅蛮缠，那谁还愿意给天王星老爷子办事？你他妈再说一遍！死太监，没有天王星他老人家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红星那边的交易条件之一就是绝对不能交给商家，尤其是你商力，你他妈死了这条心吧！说完，顾星辰大步流星地走了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商力气的直接开车前往天王星的别墅。顾星辰自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先一步找到了西门不平。老爷子，这个项目是怎么夺过来的？您是全城都知道的，商少这么平白无故的来抢项目，还打我骂我，没有他这么办事的。你放心，这个项目你好好做，谁也抢不走。我说的。这时，商力怒气冲冲地赶到别墅。你来的正好，你去跟顾星辰要项目了。是啊，我出力办成的项目，当然得由我来搞了。凭什么让顾星辰捡漏？我打他都算轻的，这要是搁在以前，无故抢功，打骂功臣，若是战时你早就被枪毙几百次了。可明明是我跟罗永生商量达成的这笔交易，他还要了我一个留学名额，我都留着证据呢。